6月3日，第1期中美跨境圆桌在 Zoom Online 顺利举行。在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嘉宾们与主持人早早地上线准备。荧幕上画面呈现这次活动介绍的海报，背景音乐是轻松愉快的萨克斯风。活动还未开始，已经有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开始登录了。活动的一开始，阳光姐姐首先介绍了中美跨境圆桌的宗旨，主办方宏坤美国与联合主办方司董会，以及支持这次活动的媒体和4位特邀嘉宾，他们分别是优客工厂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中国银行美国地区业务总监 Raymond Chow， 宏坤美国金融科技公司负责人 Andy Huang， 优投行创始人兼 CEO Sam Liu。 在主持人与嘉宾们相互问候之后，活动直入主题，让我们来看看每位嘉宾都分享了哪些精彩内容。关于线上办公、远程办公和联合办公、固定办公之间的关系，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灵活的工作空间和远程办公的结合，会成为大家越来越适应的一种做法。如果渡到未来，或者足够智能化，尤其是当雇佣关系变成大量合伙关系的情况下，企业的雇员越来越少的时候，是不是变成大家在任意选点、任何场所下都可以办公，以至于不再需要办公室？我认为这有可能会发生。基本条件要先从原来的自己租办公间、签很长时间的合约、装修办公室、买家具、买设备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变成大家可以在任意场所下快速的组织员工进行零启动，这样的办公能力才会有可能。我们在国内有很大的感受，那就是疫情以后我们的用户量急剧增长，现在几乎所有的场地都满了。用户还要求我们，迫使我们再去尽快的发展新的场地，这也告诉我们，灵活办公的时代确实到来了。企业对于固化成本转化为灵活成本的需求越来越高，这是第一。我认为联合办公运营商的服务是很重要的。第二，关于运营商如何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现金流、良好的收益，而不被用户端灵活的自由退出、租约条款影响收益安全性，我们研究了 WeWork 前面的一些失误。我认为联合办公的运营商越来越像酒店运营的角色，而不只是一个二房东，这是一个本质的转变。优客工厂在国内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尝试，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过去的200家门店里，当时占了160多家直营店，现在已经变成了近300家门店，里面有100多家的管理门店。这样优客工厂慢慢变成一个大型连锁的以运营管理为主导的运营商。我们去年在美国做路演的时候，其实也谈到优客工厂是一个新型的 hospitality 业务，而并不是一个二房东的业务。所以如果沿着这个模式往下发展，运营商给楼宇赋能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凸显。最后一点，联合办公的运营商有大量的其他收益。我们通过空间引流和空间导流，固化了大量的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继续挖掘企业需要、个人需要，去引申出更多的服务类收入。我们在2019年的总收入12亿人民币里面，将近有5亿的服务类收入，这就非常好的证明了，其实联合办公的运营商收入远远不止空间收入、工位收入、办公的业务收入，还有其他利于人力资源、广告、小微金融、财税、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类收入。联合办公这个词，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我想这个更为精准是叫敏捷服务办公室，而不再用 coworking 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个产业。
共享办公这个模式可能需要一些多样化。在吸引初创公司以外，更多的吸引一些大型企业入驻，增加大型住户的占比。这样的话，对它的融资安排也好，投资需求也好，会更有支持。另外，我们可能要增加规模效应，比如说进行连锁经营，或者说授权经营，这是共享办公目前的优势。同时，还要能与传统的办公楼业主地产有所区分，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优势，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从正常金融机构为业务提供贷款的角度，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有长期稳定租约，或者说现金流是有保证的存款来源。美、英等国的大型共享办公运营商，比如 WeWork、Regus 等等，作为大型楼宇的租客，之前是普遍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认为他们本身市值就有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亿，而且有长期的租约。即便是一个转租的模式，还是被金融机构认可的。但在 WeWork 的事情出来之后，我想，从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融资安排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共享办公运营商本身的财务状况，以及他转租出去这些房客的财务实力，这是通常金融机构要考虑的因素。未来城市里被这个疫情所改变的，不只是工作形态。它是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Redfin 做了一个调查，在美国几大城市里面，超过50%的公司或是员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都愿意在他喜欢的地方办公，不仅仅是在家办公而已。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买郊区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这个趋势反映了这个疫情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于工作跟生活的认知。以前我们在中产阶级化的过程里面，总是追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但是在疫情之后，因为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所以人们不会在工作地点上做过多的考量，而更倾向于生活环境。比如说，你想要找一个学习环境好、税收低点的地方，在美国有些州是没有任何 income tax， 你可能会搬到那个地方来增加可利用的收入。未来我们对城市中心的定义不再以一个点做辐射化的1环、2环、3环，而是围绕着个性化需求为中心的一心多合的状况。这个心具有社交性，有办公室提供随插即用的办公桌，也有协同性，同时可以满足家庭对教育环境和生活舒适的需求。所以办公室的选择过去是以组织、功能性还有固定性为主，未来可能会以社交性、协同性跟弹性为主的一个房地产走向。eFoundCity 是宏坤美国做的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因为地产是一个密集型行业，美国在2015年之后出现了很大一批从$8到$1000这样允许低门槛投资的新的法律结构，让普通投资人可以进入到地产私募投资或者是地产项目开发。比如说纽约这边的一个私募地产基金，可能回报率可以达到年化15%以上，但是门槛需要$100万才能做这个投资。我们在这种产品的前面做一个折中的选择，其他可能风险没那么高，起投门槛也会比较低，比如说5000或者是$1万这样的一种金融产品。同时，我们匹配的是一个完整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让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的全球各地喜欢美国地产投资的资金，它能够有效地得到一个利用，这是我们做eFoundCity的初衷。好啦，我们这次活动总结就到这里了，现场更精彩哦！不要错过我们下次精彩的直播，记得 follow 我们领英官方页面和Eventbrite哦。